段大人，你会为了报复让我大齐乱起来吗？首府大人头皮发麻，这把火怎么烧到他头上了？他立马表忠心，绝对不可能，我对我大齐皇朝忠心耿耿，纵然我身死也不会混乱朝纲。李大人，你呢？我对我大齐国忠心一片。曾大人，我对我大齐皇朝的忠心天地可见。他问了一圈，问得众人一头雾水，只有荣静嘴角微微扬起。哼，景宁县主，你不要东拉西扯，故意转移话题。看吧，你还没有意识到问题所在。谁知道？我，景宁县主称我大齐，段大人我大齐皇朝，李大人我大齐国，曾大人我大齐皇朝，只有你，驸马爷，齐朝。苏浩之猛地惊醒，脸色唰的全白了，嘴唇不由自主的发抖。工部侍郎小声嘟囔：“是没区别啊，区别大了。”段首府已经明白过来了，静宁县主真的是聪明绝顶啊！很简单，大家都是我大齐，有着强烈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把自己当成大齐人。但苏浩之视齐朝两字冷淡疏离，根本没有认同感。那么他是什么人呢？要么是别国奸细，要么是前朝皇室余孽。这细微之处的区别，平常是不会注意到的，就连苏浩之这般精明的人也没有马上意识到。将苏浩之父子拿下！皇上，我不是前朝皇室余孽，我可以对天发誓，如果我是，就让我万箭穿心而死。这誓言很是歹毒，别的事情大家也就信了，但事关前朝皇室余孽，宁可错杀也不可放过。母亲，您救救儿子吧。长公主神色纠结而又痛苦，内心挣扎的厉害。就算是假的，养了20几年，肯定也有感情。荣大人，你的脸色好差呀，身体哪里不舒服吗？这一声惊呼让长公主立马看了过来，满眼的担忧。荣静深深地看了宁之薇一眼，配合地捂着额头。我头疼得厉害，肯定是那晚着凉，病根种下了。哎呀，太医，快叫太医！长公主只顾着关心荣静，把苏浩之父子抛到脑后，无暇关心。苏浩之父子被拖了下去，一路都在痛哭流涕的喊冤，很是凄惨。好惨好惨啊！这幸灾乐祸的笑声响彻乾明宫，让众人侧目。静宁县主，你笑得太大声了，小人得志太猖狂啊！本来还觉得他心机深沉的人无语了，就这算了吧，他呀只是瞎猫碰到死老鼠，小聪明是有的，但没有大智慧。皇上没好气地瞪了他一眼。都散了吧。荣静、景宁县主，你们留一下。景宁县主，你说苏浩之为什么换子？都是他的儿子，母亲是谁重要吗？荣静猛地抬头，眼神微闪，这是考究谁呢？谁说都是他的儿子？你说什么？看荣大人的成长轨迹，明显是被摆布，充满了恶意的算计。虎毒不食子啊，对亲生的有必要这么狠吗？我可以有无数个孩子，但绝对不会让我的孩子混着江齐两朝的血，那是对江朝的背叛。所以会怎么做？他需要长公主生子，巩固自己的地位，但又不能生下拥有两朝血脉的孩子，那就委屈长公主了。可恶，狗东西，朕要杀了他！小林峰，彻查此案。是。景宁县主，你协助。啊？我不想掺和进来，我只想混吃等死，安安稳稳地度过下半生。本来皇上还有些疑虑，但看他这么排斥，反而坚定了想法。哼，做梦！你以为揭发了苏浩之是前朝皇室余孽的身世，还能置身事外？又不是我揭发的，是他自己暴露的呀。众人惊呆了，
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的人。再说了，你不说我不说，大家都不说，谁知道呀？朕说是你，就是你干的。哼！皇上，你不能这样。皇上看着他委屈巴巴的样子，总算出了一口恶气。他再聪明，再厉害，也翻不出他的手掌心儿。退下吧。宁之威苦着脸走出宫门，但坐上自家马车，隔绝所有视线后，他嘴角轻扬，脸上露出一丝志在必得的野心。南城柳树巷2进的四合院内，住着林静书一家10几口人。父亲，你说什么？苏明锦是姜朝皇室后裔，这是你姑母悄悄传出来的消息，不可能出错。林静书心乱如麻，脑子乱哄哄的。不好了，锦衣卫来了！宁之威，怎么是你？你来干什么？宁之威嘴角微微上扬，他可是整个计划关键的一环呢。我奉皇命，将林太远父女逮捕归案，拿下。两人被带进了让世人闻风丧胆的诏狱。宁之威，你放了我们吧，我们是血脉相连的亲人呢，别互相伤害了好吗？是啊，之威，你是我的亲生女儿，你不能乱来，这世道可容不下弑父之人。苏明锦已经招供，他是凤凰楼的幕后东家之一，通过文金打探到的情报都送到他手里，你们父女对他有辅佐之功。其实苏明锦父子啥都没说，但林太远当真了。我们不知道他身份有问题。是苏明锦提出来装文金的，说是能更好的了解顾客的喜好，更好的服务他们。所有的事情都是他干的，跟我们没关系啊。是谁跟他合作做生意的？是谁跟他私下来往的？是谁跟他暗送秋波的？一句没关系就想撇得干干净净，可能吗？之威啊，父亲错了，父亲不该那样对待你们母女，求你看在父女一场的份上救救我。凤凰楼的事我不是很清楚，全是林静书一手打理的。你不管林静书了？她一个奸生女，整天不干好事，勾三搭四，跟她娘一样贱。你又是什么好东西吗？招蜂引蝶，抛弃妓女，唯利是图，居安附势。为了活下去，昔日父慈女孝的两人反目成仇，拼命向对方甩锅，真是一脉相承的凉薄无情啊！林静书，想活吗？你想要什么？很简单，我要你在1个月内赚到100万两银子。啊？那还不如去抢。我有一个主意，天下第一美人招亲，不限年龄，不限身份，都可以报名参加。这样千年难得一遇的盛事，应该能挣很多钱。这话一出，现场一片哗然，锦衣卫都被惊呆了，好疯啊！宁之威，你怎么想得出来？要么招亲，要么死，你选一样吧。谁想活着一定要证明自己有价值，不是吗？她还这么年轻，这么美丽，真的不想死啊？如果我不喜欢选出来的那个人，能把他杀了吗？可以啊，像苏明锦那样多死几个未婚妻，就能年年办一次比武招亲。用你的话说，这叫可持续发展。凤凰楼每年举办一次青楼女子的比美大会，挣的是盆满钵满。宁之威表示学会了，还发扬光大了。一听这话，林静书反而安心了。年年办，说明不用死了。我要分一半。不可能，顶多是半成。1成。林静书这些日子吃尽了没钱的苦，深知钱的重要性。爹亲娘亲也没有前亲呢。行。皇宫。你说什么？向全天下发出第一美人招亲的消息？你疯了吗？对，靠这个能挣大钱，我的50万还欠着呢。哎呀，又是钱，他怎么就这么市侩？
那不行，太招摇。4成上供，1成归林静书，1成归维持秩序的锦衣卫，4成归我。行，不过要注意影响。我办事您放心。真的仅仅是为了挣钱？当然不是，为了引出一个人，一个极其危险的神秘人。下一位，来自平安镖局的吴清。来了，重头戏终于来了。吴清一身劲装，脚尖一蹬，飞上高台，好漂亮的身手。台上的林静书也忍不住多看了2眼。这人的武功似乎不错，就是长得太普通了。吴清走过去，深深地看了林静书一眼，一丝狂热一闪而过。见过林小姐。当年从林静书靠近小主子的那一刻，他就进入了暗卫组织的视线，将他的资料扒了又扒。而他那时还不是暗卫统领，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小暗卫，潜伏进林家打探消息。他的身份只是一个林家小厮，但林静书关心地问他饿不饿，冷不冷，还给了他2个肉包子。从那时起，他就暗暗发誓，他要一辈子守护他。原来是吴总镖头，失敬。吴清一路过关斩将，通过海选复赛，成功杀进半决赛，成了一匹黑马。谢同成眉头微蹙，他有所保留了，估计只使出了1成功力。查到什么底细了吗？平安镖局是50年前建立的，吴清的身份是第1任镖局主人的远房亲戚。看来这平安镖局本身就有问题。他跟吴忧名为堂兄弟，如今下榻我们自家新开的来喜客栈。他沉默寡言，但吴忧为人豪气，出手大方，跟很多选手成了好朋友。这是在我的地盘顺势拉拢人马，是个人才。吴清跟林静书有联络吗？没有，一次都没有。吴忧倒是送了一次花给林静书，但大家都送。不光选手送，别人也送。这时林静书在台上说了一句，喜欢我就给我送花。他收到花，转手就拿去换钱，也是一个人才。他凭自己本事挣来的钱，不用上交。总决赛之日，多派点人手在人群里。太子驾到！他们怎么来了？事先也没有打声招呼，安保工作没有跟上，要是出了事，谁负责？我也没有接到通知，见机行事吧。下面传来一道凄厉的惨叫，把大家都吓了一跳。出事了，这是招亲大会开始以来第1次出事。吴清，比赛规则你都看过，事先已经说明不能下重手，点到为止。你这是违反了规则。我不是有意的，拳脚无眼，我没想到他这么弱，一时没收住力道。按照规则，致人重伤会被取消资格。你，今年县主，请给草民一次机会吧。您若网开一面，草民愿为您效犬马之劳。何必求他？你还不如求求我的哥哥弟弟呢。诸位皇子都起了心思，这人身手相当不错，是个好苗子。古问你真的不是故意的吗？不是故意的，是无心之失。你可愿成为我的侍卫？草民愿意，草民发誓会为太子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很好。宁之威翻了个白眼，这是一个大雷呀，引炸了会死很多人。太子殿下，草民有几句肺腑之言要说。太子扬了扬手，过来吧。不行，这种江湖人士野性难驯，动辄伤人，不能让他上来。你是故意跟姑作对。太子哥哥，他就是故意的，他心里对你不服着呢。我先撤了，你们玩吧。好大的脾气，到底谁才是臣子？吴清啊，你愿意为姑赴汤蹈火是吗？是。太子冲他使了个眼色，看向宁之威，示意给他一个教训。吴清心中大喜，拔出长剑，飞身扑向宁之威。只要一剑刺死他，10万宁家军必反，大齐朝必乱。事后调查，他是奉太子之命，是太子下的令。县主小心！宁之威见势不妙，顾不得深挖了，立马当机立断，
不好，这是姜潮余孽，杀了他！吴清的身份忽然被叫破，心中大震，手中的剑势乱了几分，一不小心中了2箭，血流不止。杀无赦！停，别打了，这是太子哥哥的侍卫，不是什么姜潮余孽。大公主话还没说完，就落入吴清之手。都不许动，否则我杀了他！太子肠子都悔青了。你别乱来，我命令你放了大公主，放了她也行，让晋宁县主来换。晋宁县主，你赶紧过去换人。放了大公主。林静书吓得小脸雪白，瑟瑟发抖，眼睛不敢直视匕首。吴清眉心跳了几下，但面上丝毫不露。我要的是你的命，区区一个林静书，我还不看在眼里。是吗？林静书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吴清看着受伤的林静书，脸色终于变了。宁之威全看在眼里。我数到3，你不放人，我就杀了林静书。1、2。忽然他反手一剑，对着大公主的胳膊捅了下去。别杀我姐姐，她是齐朝大公主，要是有个闪失，你也死定了。林静书也会死无葬身之地。不要杀我！不要！宁之威，你这个贱人，非要害死我才罢休吗？你们宁家这是要造反！我要让父皇把你们宁家人所有人都处死，一个都不留！宁之威，你还在等什么？你真要成为乱臣贼子吗？一声声乱臣贼子彻底激怒了宁之威。在皇室中人的眼里，他们宁家算什么？既然这样，那就反了吧。行，那就同归于尽，一起死吧。捅啊，继续啊，你捅哪里，我就奉陪到底。冷静，冷静，别冲动！无忌啊，我求求你，你放了大公主吧，我求你了，我不想死啊，无忌。他不敢动手的。他敢，他连今天都敢动手，他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疯子。他哭得很伤心，楚楚可怜。吴清的心动摇了，摇摆不定。宁之威见时机到了，只要放了大公主，我保证让你平平安安的离开，没人会拦你。我对天发誓，大公主可以死，但不能死在这里。你的话不管用。太子，你说句话吧。太子哥哥，救救我！我保证不会阻止你离开，先让所有侍卫和锦衣卫退到一边，让开一条道。吴清挟持着大公主一路退到外场，这才松开手，放了大公主。大公主立马狂奔。忽然一道冷冰的声音响起：射！是太子。他一声令下，不知何时埋伏在暗处的弓箭手闪身出来，对准吴清狂射。吴清万箭穿心，血染了一身，眼中闪过一丝浓烈的恨意，用最后一丝力气将长剑掷出去，掷中离他最近的大公主。大公主应声而倒，满眼的不敢置信。姐姐，快去请太医，这下麻烦大了。大公主咽下最后一口气，一双眼不甘地睁着，死不瞑目。锦宁县主，都是你的一己之私，害得大公主惨死，你要负全部责任。这狗东西甩锅好快呀！我都说放人了，你为什么非要选在这个时候放箭？我不得不怀疑你在清除异己。大公主和四皇子都是丽妃所生，四皇子野心勃勃，你早就想除之以快。这不，借机杀了大公主，挑起丽妃、四皇子和我们宁家的仇怨，让我们两败俱伤，你坐山观虎斗。这话传进了所有人的耳朵里，也传进了四皇子的心里。住口！你胡说！宁之威，别忘了你是一个臣子。皇上驾到！皇上第一眼看到倒在血泊中的女儿，眼前一阵发黑，身体晃了晃。这是他的第一个女儿，他最疼爱的孩子。从他咕咕坠地、牙牙学语到长成豆蔻少女，他都一路陪伴，倾注了很多心思。皇上保重龙体。父皇，你要为大姐做主啊！是太子，是宁之威他们联手害死了大姐姐。她明明可以活的，是宁之威不肯交换，
不肯去替大姐姐死，是太子故意下令射箭，害死了大姐姐。父皇，我没想到前朝皇室余孽临死前会放手一搏，这是意外呀！滚！父皇，我只是不想放前世皇朝余孽离开，放虎归山，后患无穷。我是为了江山社稷。他的理由很充分，但对于一个急怒攻心的父亲来说，全是狡辩，不可原谅。你好，很好。太子垂下眼帘，掩去怨恨的情绪。怎么能怪他呢？父皇不会是有了更换太子的心思吧？不行，他不能坐以待毙。荣静呢？长公主大人突然发病，急召她回去了。哼！宁之威，你害死！他只有一个念头，要有人为大公主偿命。区区一个乱贼还不配。宁之威暗暗叫苦，这丧女之痛的皇上像疯狗，指哪儿咬哪儿。他知道这个时候解释没有啥用，但还得试一试。皇上，如果我过去能换下大公主，自然是万死不辞。可是那人是打着一石两鸟的计划，我走过去的那一刻，大公主必死无疑。事实证明我没有料错，他临死前也没有放过大公主。我选择用临晋书来要挟对方，果然奏效了。如果不是太子临时反悔，逼得他临死最后一击，大公主就不会死。这么说你没错，还要谢谢你。不敢。父皇，他们都有罪，都不安好心。其实我很想问一句，诸位皇子公主们为什么会贸然出宫？为什么没有提前通知安排？不对劲。皇上，你怎么也出宫了？皇上，天牢里的苏氏父子消失了。皇上心口一跳，脸色大变，恐怕宫中出了大问题啊！父皇，皇宫还安全吗？我们现在还能回去吗？皇上眉头紧皱，皇宫跟个漏风的屋子似的，不知道有多少见不得光的老鼠躲着。太子眼珠一转，不如暂时征收芙蓉园。皇上，那是苏家父子待过多年的地方，您放心吗？走，去行宫。皇室每年春季狩猎是一大盛事，地点就在离京城有2日路程的东兰草场，那里就有皇室的行宫。临走前，皇上指定4皇子留下，负责给大公主办丧礼，同时他还点了宁之威。大公主的葬礼由你协助，必须要风光大葬。不出1毛钱却要风光大葬，这钱是让谁掏啊？这个时候，宁之威怎么低调怎么来，很是恭谨。等大部队一走，宁文英几人围在宁之威的身边，面色紧张不安。五妹妹，皇上是不会放过你的，得赶紧想对策。他想到皇上临走前看五妹的眼神，不寒而栗，这是动了杀心呢。宁之威也看到了，心中已经有了打算，必须走了。只要苟到过年之后，就是开春狩猎了，那时才是灾难的开端。将人带上来。一个衣服洗得发白的妇人被带过来，神态畏畏缩缩。这是当年长公主接生婆的小孙女李氏，你来说说当年的事。李氏很紧张，当年她刚出嫁，忽然接到一封信，信里说万一家里出事，这就是她的保命符。她惶恐不安去打听，就听到家里半夜着火，全家都被烧死了，连刚出生的婴儿都不能幸免。这就是信中夹带的密信，我没有拆开过。萧凌风拆开信封，一枚平安扣滚落下来。这是我当年赏给李姓接生婆的。阿说刚得到了一个小孙子，想沾沾公主府的喜气。这也证明了接生婆的身份。信上说，她进了长公主府后，无意中看到另一个接生婆半夜鬼鬼祟祟地跑出去，她跟出去偷听到了几句。一个男人吩咐道，要在长公主接生时做好换孩子的准备。她认出了那个男人，是驸马爷的随身侍从。把季氏带上来。
放开我！放开！你们怎么敢对我如此无礼？这是谁？李亲王的侍妾，也是苏明锦的亲生母亲。哇，刺激！李亲王也是皇室中人，王位世袭罔替，跟皇上是同一个曾祖。宁之威看了荣静一眼，自从爆出他的身世有问题，他就失了圣心。大理寺卿只挂了一个虚名，他也心知肚明，失去的没有凑上去。长公主之子也是前朝余孽，这一个身份太敏感了，疑心病重的皇上防着他呢。季氏招了吧？他是孤儿，被苏家买下后就从小学媚术，他们一批有几百个，都长相漂亮，聪明伶俐，千娇百媚，按照不同的学习成果分配到不同的地方。青楼、官员、富商的后院都是他们的去处。他多藏了一个心眼儿，勾搭上了主子，也很幸运怀上孩子。只是等孩子一生下来，他就被扔在农庄。他不甘心就这么埋没一生，在同伴的帮忙下勾搭上了李王爷。等苏浩之发现时，一切成了定局。为什么把两孩子交换，却不肯善待我的孩子？都是亲生儿子。谁说是亲生的？他怎么肯跟齐朝的公主生孩子？每次都是侍卫代替他行房。我的人生真是悲哀到极点。我替您庆幸，也替荣大人庆幸。您想啊，没有给那么恶心的男人生下孽种，荣大人也不用背负前朝皇室余孽的罪名，多好啊！孩子，是娘不好，是娘没有保护好你，让你流落在外，吃了这么多苦。荣静感受到了浓烈的母爱，眼眶红了。娘，我回来了，我终于知道，我也是有人要的孩子。20多年的辛酸痛苦全在这一句话里。长公主肝肠寸断，泪流满面。宁之威无声的叹气，前世他们可没有相认，一个黑化成了大反派，一个城破自杀殉国，母子俩的命运都很悲惨。行宫，季氏说的侍卫是谁？季氏说是苏浩之的贴身侍卫，不过应该被灭口了，只有死人才能保住秘密，而且人有了孩子就有了软肋，就是说死无对证。是，荣静怎么会落到青楼女子手里？当年是大晚上被扔在青楼门口，被青楼的人捡来养活。那个养母不知出于什么心思，将婴儿要过来自己养，没1个月就带着婴儿嫁人。荣静是怎么长大的？荣大人的童年很悲惨，从小被那个养母虐待，天天挨打挨饿，幸好隔壁邻居可怜他，时不时的接济一口，否则也长不大。后来等荣大人的聪慧展露出来后，隔壁邻居收他为弟子，日子才稍微好过点儿。不过那个养母勾三搭四，名声很差，人人唾弃，荣大人的日子可想而知。火灾到底怎么回事？那个养母半夜跟人偷情，被人家妻子捉奸，纠缠之下不小心碰到了油灯，只有荣大人逃了出来，其他人都烧死了。是他的手笔吗？他自然是指荣静。以荣静的聪慧，设这个局太简单了。没查出来。这奏折拿去给各位阁老，让他们决定。什么时候轮到阁老决定大理寺卿的去留？这可是九卿之一，朝中重臣，皇上的心腹。萧林峰暗暗心惊，震惊皇上的疑心日重，也心惊荣静对君王心思的把控之精准。就算荣静不是苏浩之亲生的，但那个侍卫也是前朝余孽，皇上怎么可能不猜忌？真的是一笔糊涂账。最倒霉的人是荣静，可惜了，这么才华横溢的人试图就此终止，除非他能暗中扶持新皇上位，拥立从龙之功足以抵消一切。凤凰楼。什么？你再说一遍。锦衣卫将李亲王的侍妾季氏吊在城楼，放出风声，让苏明景出来救母。
宁之威的内心如翻江倒海，久久不能平静。前世，他被敌军吊在城楼威胁苏明锦退兵，而苏明锦的回答是亲手一箭射杀他。如今，苏明锦的亲娘被吊在城楼威胁他出面，命运真的是深奥玄妙，不可琢磨呀。走，我们去看看。同一时间，什么？被吊在城楼？他神色一阵恍惚，怎么又是吊城楼？他仿佛还记得那一箭射出去时的风声。走，去看看。城楼下，无数百姓抬起头，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那个美丽的女子。什么情况？哎，这是李亲王的侍妾，跟长公主的驸马通奸，生下景君王。天哪，胆大包天，这是往皇室头上拉屎啊！不要命了？不对啊，景君王不是长公主生的吗？哎呀，你消息慢了，荣晋荣大人才是长公主所生，当初生产时狸猫换太子，懂不？宁之威看着吊在城楼上的记事，眼前浮现很多画面，面色明明暗暗。苏明锦，不管你来不来，都死定了。远处有个小山丘，苏明锦就站在上面远眺，只看到城楼上那抹模糊的小黑影。主子，回去吧。救也救不了，城楼下全是官兵，正张着网严阵以待。让阿四去城南百灵胡同第3甲，找一个姓李的守城士兵，让他们找个机会救下季氏。是。深夜寂静无声，昏迷中的季氏被颠簸醒了，意识到自己获救，不禁大喜过望。锦儿，我就知道你会来救我的。你还好吗？好，看到你一切都值了。先别说话，我让人将你送走，以后隐姓埋名，好好过日子吧。玉玺，保护主子！不好，中计了。好久不见，景君王。哦，不对，苏庶人。苏明锦脸色变了几变，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在他救人时就被宁之威盯上了。他太聪明了。他心思飞转，大声说道：宁之威，昏君生性多疑，他是不会放过你和宁家的。我们不如联手合作，一起反了昏君，另立新朝。怎么联手？我们联姻，我有才有势，你有兵，我们联手必将无敌于天下。我若为皇，你必是我的皇后，我们一起共治这天下。又是这一套。去死吧！天道轮回，因果循环，一报还一报。季氏扑过来，替苏明锦挡了一剑。你为什么？快跑！快！苏明锦看着他胸口的箭头，不敢伸手去拔，这位置是命脉。宁之威，他是真的要置他于死地。等人一出来，就一起射箭。万箭穿心，配得上他前朝余孽的身份。马车里的苏明锦看着血流不止的季氏，听着外面的打杀声，束手无策，心急如焚。前世今生从未遇到过这样的险境，只有他将别人逼到绝境射杀的份儿，可如今怎么全倒过来了？今生的变化怎么这么大？宁之威没有嫁给他，没有将10万宁家军交到他手上，他最得力的谋士周红叶投入宁之威的麾下，这一切是从哪里开始不一样的？对了，前世宁家满门抄斩，今生宁之威力挽狂澜，难道他也重生了？不好，有人来了！统统住手！本朝禁止持械斗殴，一误犯禁者斩。先别动手，我是晋宁县主宁之威，在此缉拿前朝余孽。你们是何人？神经营百户丁生，见过晋宁县主，不知这是什么情况？神机营，京城驻守军队3大营之一，掌管火器的枪炮部队，全员配备火铳，战斗力强悍无比。宁之威在心里轻轻叹了一口气，看来首任仇敌是没戏了。原来是丁大人。马车里的人是苏明锦母子。苏明锦冒天下之大不韪，救下城楼上的季氏，被我无意中发现，赶紧拦下。这事就交给我们神机营处理。
请金陵县主回去吧。宁之威回去洗一洗就睡了，睡到一半猛地惊醒，不好！天刚亮，下人就进来回话：昨晚去行宫的路上，季氏死了，苏明锦逃了，棋差一着，功亏一篑。彻查神机营，昨晚的每个人都要特别清查，一定要查出那个内奸。前朝余孽的势力把手伸得太长了，连神机营都有他们的人，这对皇上的打击是巨大的。他更多疑了，整天疑神疑鬼，脾气日渐暴躁，动辄呵斥臣子和儿女，尤其是太子，一天一小骂，3天一大骂，骂得跟狗似的。太子快疯了。宁之威也不去触眉头，着手准备离京事宜。萧凌风走出寝殿，才发现后背的衣衫湿透了。伴君如伴虎啊，这日子越来越难熬了，何时是个头啊？一阵风吹过，一股浓浓的药味往鼻子钻。皇上在吃药，身体不舒服。除夕夜，按照惯例，百官进宫贺春。今年换了地方，去行宫贺春。当然，宁家今年没有这样的福分，一家人和和乐乐的在芙蓉园一起守岁。大年初一，祭祖、拜神、焚香，为新年祈福。大年初二，宫中赐下年礼。太监默默数了数，一个都不少。时间过得飞快，春寿到了。参加人员的名单一递上去，皇上就多加了一个名字：宁之威。宁之威被安排跟礼部尚书小女儿江雨婷和段首府孙女儿段新雨一个院子。天气不错，隔壁的2位带着丫鬟都出去逛园子了。宁之威心里一动，走，我们去钓鱼，晚上喝鱼汤。2人慢悠悠的在园子乱转。小姐你看，荣静大人。荣静坐在湖边的凉亭里，煮茶围炉，姿态悠闲自得。静宁县主，喝茶吗？喝。长公主还好吗？油尽灯枯，只等着看苏浩之的下场。怎么说？他在天牢时受了酷刑，身体撑不了多久。如果没有意外的话，也就这几天了。是长公主的手笔。我母亲也不是吃素的，她欺瞒他多年，将他利用得如此彻底，他要他的命。宁之威无声的叹息，看向他手边的琉璃盏，嘴角微微勾起。你还在用啊？荣静眉眼舒展开了，这是他送的传家宝，每当想起他就拿出来看看。他噙着一抹淡笑，只是至今还没有发现有什么秘密。希望你永远不会发现这个秘密。荣静愣了一下，随后拿起茶杯，借着宽大的衣袖掩去唇形。尽管不要出门待在屋子里，及早想办法离开京城，去西北。京城不能再待了。宁之威有很多话想问，但环视四周，这不是说话的好地方。就在此时，一名下人匆匆跑来。金宁县主，太后召见。那我先走了。荣静忽然拉住他的手，宁之威心一跳，刚刚想说什么，就察觉到他在衣袖底下悄悄塞了一个硬邦邦的东西过来。宁之威立马收好，面不改色地笑道：回见。太后跟几位年长贵妇说说笑笑，吃吃喝喝，很是惬意。见过太后。太后像是没听到，拉着身边的贵妇笑道：你家的新宇我很喜欢，端庄得体，又有大家风范，是京中名门闺秀的典范。太后瞟了一眼宁之威，有些人要强拔尖儿，牙尖嘴利，没有尊卑，不识大体，我是最瞧不上这种女子，将来也不会有好姻缘的。静宁县主，你说呢？太后，您说什么？我脚好酸啊，可以站起来了吗？说着这话，他直接站起来了。哀家说话，你居然没听？您在跟我说话吗？下次请先叫我的名字，否则我会习惯性的忽视掉没有用的信息。你给哀家去外面跪着，没哀家的允许，不许起来。哎呀，我头晕胸口疼，好难受啊！
快给我找太医！太后，你不会是给我下毒了吧？哀家都没有碰到你，怎么给你下毒啊？你这么胡言乱语，就不怕哀家治罪吗？疼，好疼啊！救命啊！太后，你饶了我吧！就算看在我宁家10万大军的份上，别杀我！太后气炸了，她是有这个心思，但还没来得及下手呢。你是朝廷亲封的静宁县主，是宁家家主，这成何体统？快起来！那，你不杀我了？谁说要杀你啊？哀家疼你都还来不及呢。工人扶着宁之薇下去漱洗，回来时换了一身装扮。你很适合翡翠，这一套36件的头面就送给你了。多谢太后，您真是慷慨又大方。要是再送我一套东珠头面，我会更开心的。去，把哀家60大寿收到的那一套东珠头面找出来。只要豁得出去，够不要脸，就能占尽便宜。静宁县主，叫你来是有正事。太后请说。银面小将军今年贵庚啊？20。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你身为主子的，也该为银面小将军挑一门合适的亲事。男女结亲，结两性之好，当然要你情我愿了。我更不会强人所难。他们都愿意的。我不信。太后冷冷地看向四周，在她的威压之下，段首府夫人不得不低下头。是，愿意。百官之首的夫人都低头了，别人还能怎么办啊？只能跟从，纷纷表示愿意。静宁县主，你快选吧。那我就选最好的，段首府的孙女段新宇小姐。好，太好了，哀家这就下赐婚懿旨。一行人退了出来。段老夫人，聊两句吧。段老夫人的眼神明明灭灭，咬牙跟了上去。你为什么非要选我家新宇？是为了段家好。什么？皇上如今病入膏肓。你说什么？小声点，这种时候又要稳住。那你也不该。回去跟段首府说一声，我宁家有兵权，你段家有人，要不要合作？你想干什么？当然是自保。听说位高权重的人临死前会疯狂带走一波。老爷，他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山雨欲来风满楼啊。他知道皇上的身体出了问题，但没想到这么严重。宁之薇说的没错，以皇上的性子，就算要死也要拉一大批人陪葬。说不定我已经上了陪葬名单。怎么会？怎么会？别慌，还没到最后一刻。他打算扶一位皇子上位，太子不行，心胸太狭窄，不容人。本来还想观望一段时间，现在看来来不及了。问题是几位皇子都不怎么行，实在不行，那就挑年纪最小的，好掌控。宁之薇如今也岌岌可危，怎么可能帮得上我们？宁家200年的积累都在他手里，谁知道留了几手？你找准机会跟他说，想要合作可以。我家新宇要嫁给宁七郎为妻，宁家男丁几乎死绝，宁七郎可以肩挑2房，新宇嫁过去也是正妻，所生之子能继承其他房的家业。可新宇已经许配给了一面小将军，让他解决，他也要表现出一点诚意。荣晋哪来的令牌？给了我，对他有没有影响？春收开始。宁之薇站在外面，目送众人远去的背影，陷入了沉思。如果没看错的话，皇上上马时手脚都在抖，几乎是太监托举上去的。看到了吧？嗯。早做准备。
你呢？我不管如何，都是长公主之子，不会有事的。不，你很危险。以皇上多疑的性子，他如果要死了，你这个长公主之子，又疑似是前朝余孽，一定会为他陪葬的。这道理他能懂，荣静不懂吗？不，他什么都懂。他沉默了。宁之威扯了扯他的衣角，到时跟我一起走吧。荣静眼眶一热，到嘴的话快要冲出来，但理智阻止了他。我娘在，我哪里都不去，你不用担心我。宁之威还想再劝劝，二公主不知从哪里冒出来。表哥，你怎么不去啊？我一个文弱书生，凑什么热闹？表哥，你和静宁县主很熟吗？你们聊什么呢？我们在聊一个无头案，尸体被凶手分尸切成8块，这头始终找不到。别说了！表哥，我打算向父皇请旨，求他将我许配给你。不可能的事情就别做。父皇那么疼爱我，他一定会答应的。随你。表哥，你也是喜欢我的，对吧？还没到晚上。什么意思？还没到做梦的时候。宁之威，你喜欢荣静，你要跟我抢。荣静刚想离去的脚收了回来，扭头看向宁之威，不由自主地屏住呼吸。满京城谁不仰慕风花霁月的6元极地状元郎呢？不过在这个世上，有些人满脑子是情情爱爱，有些人情爱只是空暇时的点缀而已。人生还有更重要的事。生命都没有保障时，谁还有心情谈儿女私情？荣静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百味俱杂，但面上不露。晚上有宫宴，宁之威百无聊赖地捧着红枣茶，上菜的奴婢忽然脚下一滑，手中的一盘菜全洒在宁之威身上，宁之威的衣服都脏了。奴婢吓得跪下磕头。区区一点小事，请宁县主去换件新衣服吧。宁之威有点烦，怎么又这一套？就不能有点新意？弄脏衣服换衣服时发生意外，被人撞见？走吧。宁之威走出众人的视线，二话不说拔腿就跑，往自己住所跑去。爱谁谁，管他们去死。庆宁县主怎么还没有回来？不会出什么事了吧？我们一起出去找找。二公主也不用别人领路，熟门熟路地走向更衣的地方。几道尖叫不约而同地响起。宁之威，你淫秽宫廷，论罪当诛。这罪名足以让宁之威去死。母嫔，怎么是你？皇上驾到！二公主满头大汗，急得直尖叫。父皇，您别进来！话还没说完，皇上猛地冲进来，入眼的一幕让他眼前一黑，一口血喷出来。宁之威刚回到住所，洗了个澡，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就听到皇上传召。怎么这么烦人呢？他只想安静地待在屋子里，熬过这半个月。见过皇上。宁之威，你去了哪里？刚才一名宫中奴婢将菜泼在我身上，我实在受不了味道，跑回去洗了个澡。你为什么不去更衣的地方？我身上都有味儿了，更什么衣？当然是要先洗得香喷喷的。你知道林嫔出事了吗？我从来不关心皇上的后宫。那是谁啊？就是你姑姑。我宁家哪有入宫的女儿？别瞎说。二公主的生母。原来是她呀，她能出什么事儿？二公主呢？怎么不见她？也偷溜出去玩了？太子说不下去了，这种龌龊事关系到父皇的绿帽子，提都不能提。快说呀，别吊我胃口。谁都不敢吭声，为什么要在大庭广众之下谈论这事儿？他们不想知道的太多呀，这是皇室的丑事啊！林嫔淫乱宫廷，她好大的胆子，快说，
跟谁搞上了？为什么不叫上我？早知道就不去洗澡了。你好像很失望。当然不是啦，要是我在现场，一定帮皇上狠狠骂他。怎么能偷人呢？是皇上不年轻了吗？是皇上不够英俊吗？是皇上不够壮吗？底下笑声一片，实在忍不住，不能怪他们没有节操，是静宁县主的操作离谱中透着一丝好笑。滚！臣告退。宁之威麻溜的滚了，跑得飞快。众人看着他远去的背影，羡慕嫉妒恨，他们也想跑。查得怎么样？那2名侍卫是二公主安排的，地方也是二公主选的，整个计划是临嫔定的，针对的是静宁县主。那怎么会变成临嫔？静宁县主一出大殿就跑了，她本来就是很任性的人，跑回去的路上没有跟任何人接触，时间上来说，她来不及搞事。皇上不介意儿女搞事，但不能太蠢。会不会事先泄露了？静宁县主第一次来行宫，宁家历代都在西北经营，在京的势力只在青罗别庄。那会是谁？请皇上允许臣审讯二公主身边的人。准。皇上，二公主身边的李嬷嬷悬梁自尽了。好啊，又是前朝余孽。传朕的旨意，二公主身边所有下人赐死，一个不留。是。办，赏临嫔3尺白绫，你亲自去送一程。你办的什么事？啊？怎么会搞成这样？主意是他出的，人手是二公主安排的，但最后她成了淫乱宫廷的女主角。我也不明白，你怎么会出现在那里？临嫔分位太低，没有资格出席宴会，所以一直在离出事点不远的地方等着。她想亲眼看着宁之威走上毁灭之路，跌进泥地，被所有人唾弃。拜宁之威所赐，她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贵妃成了宫中最低贱的美人，人人都能踩上一脚。她憋着一口气，想要报仇。我被人打晕，醒来就那样了，连对方的长相都没看清，都怪宁之威。对，一定是宁之威搞的鬼，是他害了我，是他想为生母报仇，我不会放过他的，我这就求见皇上。别去，父皇不想看到你。这是报应，因果报应。我当年毁了宁之威的娘，16年后，宁之威将所有的一切都还给了我。娘，主子，李嬷嬷悬梁自尽，临嫔被迫自尽，二公主宫中所有下人都赐死。找机会厚葬李嬷嬷。是。继续在暗中保护静宁县主，稍有风吹草动，立马来禀我。大长公主已经将手中的人脉和资源都交到她手上了，包括这一支让人闻风丧胆的皇室暗卫。谁能想到先帝将皇室暗卫一分为二，一支给了当今圣上，一支给了大长公主。这事儿连当今圣上都不知道，苏浩之父子也不知道。大长公主一直严守这个秘密，本想在临终前将这一支暗卫交到皇室下一代手里，回归皇室，但思来想去，留给了受尽磨难的独子。看情况，皇上靠不住了。主子，猛兽院那边似乎有动静儿，明天可能有大事发生，您就装病避开吧。荣静微微摇头，皇室上上下下揣摩出了圣意，一心想弄死宁之威。他担心明天的行动是专门针对他的，他没法装病，避不了的。他的处境杀机四伏，危险重重，他得帮他。静宁县主，段老夫人来了。
吃了吗？吃了，出来消消食。能聊2句吗？请。听说宁家还有一个七郎尚在人间。是，我七哥命大，捡回了一条命。我家老爷的意思是想跟你们宁家联姻，但对象得是宁家男丁。我七哥已经成亲了，千挑2房也不是不能接受。好啊。对了，替我转告段首府医生，继后之子年纪最小，但有一个致命弱点。什么？非皇室血脉。这怎么可能？他真这么说的？对，确实是这么说的。皇六子怎么可能不是皇上亲生的？开什么玩笑？他又怎么会知道的？老爷，他不仅猜到你的想法，还知道你选了谁。宁家有这样的人物，可谓是时也运也。如果能熬过这一关，必将带着宁家一飞冲天。这门亲事想尽办法敲定，我要让我的孙女成为宁家的女主人，下一任的宁家家主从她肚子里出来。段家位极人臣，有权有势，但唯独没有兵权。在这风雨飘摇时，兵权太重要了。告诉他，作为合作条件，我段家助他逃过这一劫，助他离开京城。他却不知，宁之威要的不仅仅是这个。小姐，你还要什么？宁之威看着那巍巍青山峻岭，听着3大营将士围猎时的震天响声，淡淡的道：在他扶持皇六子上位，手握权柄时，不让朝廷大军围追堵截我宁家。逃亡之路可不是一般的凶险，一旦朝廷命令各路大军围追堵截，他纵然是通天职能，也不能保证将所有人安全带到西北。见过各位，好久不见。众贵女面面相觑，不知道该怎么跟他打交道。她如今是太子的女人，听说还有可能成为太子妃，只是听说不知真假，可能性不是很高，但也不好说。皇家是最讲规矩，也是最不讲规矩的。宁之威有些意外，那天一片混乱，林静书趁乱跑了，没想到跟太子勾搭上了。这是太子府送给大家的一点小礼物，希望大家能喜欢。静宁县主，你也来挑吧。不用，给别人吧。那怎么行？人人有份，我连芍药的份都准备了呢。来，芍药，来挑2个。芍药看了一眼宁之威，宁之威微微合头，他才上前随手拿了2个。林静书眼中闪过一丝冷光。好闻吧？这是最上等的龙涎香，太子也就得了一点儿，全给了我。我想着要再一次跟昔日好姐妹重逢，满心的欢喜，就做成香囊送给大家了。这哪是友好的重逢啊，分明是显摆。他林静书又杀回来了。不好了，出事了！猛兽跑出来了，2只大老虎下山了。芍药，你跟紧我，不要乱跑。好。段新宇，你过来，我们去救太后。太后所待的凉棚全是大齐皇朝最顶尖的贵妇，皇后、4大妃子、几位阁老夫人等等，侍卫的配置最高，人数众多。段新宇立马明白过来，这是去寻求庇护。姐姐，外面太危险了，你别去，我保护你。你又想搞什么花样？我只想跟在姐姐身边。忽然，一只大老虎顿了顿，调转方向往宁之威这个方向狂奔而来。宁之威刚想朝后退，后面一道大力袭来。宁之威，小心！一支长剑划破天际，射中猛虎的眼睛。还好吗？我还好，你没事吧？荣静抹了抹汗珠，心脏还在狂跳，不禁苦笑。人就不能有弱点？那是你的人。对，我母亲拨给我的侍卫。多谢，你还是离这些麻烦远远的。这次的动静不小，
明显是人为的。我的脚好像断了，站不起来。荣大人，你能帮我看看吗？宁之薇挑了挑眉，有些意外。平时端庄得体的段大小姐居然还有这么一面，她偷偷爱慕荣静。我不是太医。段新宇的神色一僵，尴尬的红了脸颊。宁之薇冲芍药使了个眼色，芍药会意的凑过去。段大小姐，我会些医术，如果不嫌弃的话，我可以帮你看看。段新宇看了一眼男子，荣静背过身体，十足避嫌的模样。段新宇看在眼里，暗暗叹息。他第一次见到荣静是在状元游街的那一晚，俊逸少年骑着高头大马，意气风发，风华绝代，不笑自风流。那一幕引得无数少女癫狂。这老虎怎么追着你们跑？芍药，你把香囊给我，这是林静书给的，现场的柜你都收下了。除此之外，他想不出别的。荣静闻了闻，应该多加了一味蓝计划，这是一种刺激猛兽发狂的植物。都怪我没有闻出来。你没有接触过，自然不知道。这种植物是南蛮境内特有的。宁之薇脸色一变，南蛮？见过晋宁县主，见过荣公子，见过段大小姐，这里危险，请速速离开。好。请太后为我做主啊！宁之薇趁乱将我推向虎口，害得我被老虎的爪子抓伤了脸。太后早就看宁之薇不顺眼了，好不容易抓到她的把柄，也不管真假，立马下令将宁之薇拖下去打30大板。且慢，荣静，这事儿你别管。太后容禀，这次猛兽下山，这位林小姐是策划者之一。你说什么？太后，你别信他的鬼话，他是帮着宁之薇开脱，他喜欢宁之薇。林小姐，你之前一直向我偷偷示好，又是送手帕，又是送玉佩，我没有接受，但为了你的脸面，一直没外说过。但这不是你诋毁我和静宁县主的理由。你胡说！是这样的，还没有出事前，林小姐就忽然跑去静宁县主和段大小姐所待的凉棚，送了所有人一个香囊。我拆开香囊发现，里面除了香料外，还有一种蓝芥花的植物。蓝芥花？对。荣静是因为查案才知道这么多稀奇古怪的东西。那是什么？产自南蛮的一种植物，会刺激猛兽发狂。你们这是提前做了手脚。去跟其他人要香囊，通通拿来。是真是假，一验就知。回禀太后，每一个香囊都有蓝芥花粉。试问，还没出事之前就提前送了刺激猛兽的香囊，这算不算提前预判呢？锦衣卫，当众审讯吧。对了，去问问皇上，他来不来？皇上还在休息，公公不许我们惊扰皇上。太后眼神微闪，深幽无比。这一番动静闹得这么大，都不能惊动皇上，看来皇上的身子骨已经不行了，得提早打算布局了。就在此时，太子带着人马回来了。宁之薇带着芍药悄悄走到角落里，荣静也悄无声息地走到他身边。太子，你要为我做主啊！太子，大狗还要看主人，我是你的人，他们却如此对我，这显然是没将你放在眼里啊！太子，这是谁干的？锦衣卫奉太后之命追查猛虎下山咬伤女眷一事，林静书有极大的嫌疑。嫌疑？怎么会查到林静书身上呢？难道他泄密了？这个蠢货，这点小事儿都做不好。太子，他们强行逼供，逼我承认你是此事的幕后策划者，意图谋反。他知道能不能活下去就在此一搏了，只有太子谋反，君临天下，才能保住他的性命，否则这些人都不会放过他的。这话一出，所有人眼前一黑，这是要逼反太子啊！这女人疯了！太子，我们没有怀疑你，
你是一国储君，皇位迟早是你的。哼，太子殿下，皇上对您的才技人尽皆知，你无故挨了一顿板子，就是对你的警告。当断不断，必受其乱。外面传来轰鸣声，太子的脸色巨变，摇摆不定的心彻底做出了决断。这是最好的时机，反了。来人，封锁所有通道，没有姑的允许，任何人不得出入。太后愁得不行，忽然眼睛一亮。荣静，荣大人。躲在暗处用唇语交流的宁之薇和荣静不约而同地皱眉。荣静冲他使了个眼色，这才走了出来。你足智多谋，一定有办法通知各位皇子和三大营，对吧？臣如今只是一介平民，无权无势，真的无计可施。你这是不能，还是不愿不想啊？太后言重了，您经营深宫多年都没有办法，您让我一个外臣能有什么办法？宁之薇，你出来。宁之薇翻了个白眼，慢悠悠地走出来。宁之薇，哀家要你杀出去，引开所有人的注意力。荣大人借机溜出去报信。太后，您没事吧？我要是有这个本事，还会待在这里？这是懿旨。太后娘娘，您享了一辈子的荣华富贵，就算死了也值了。哀家是太后，你怎么敢这么跟我说话？你也要造反吗？我手无缚鸡之力，没有人手怎么造反？你这是老糊涂了。我劝你一句，安分些，别乱折腾，说不定还能保住一条命。太子殿下，请止步，皇上在休息，任何人都不得打扰。父皇病入膏肓，病得起不了身，故不得不怀疑有人意图扶天子以令诸侯，故要进去亲眼看到父皇安好。父皇这是怎么了？皇上得了不治之症，恐怕撑不了多久了。速召所有皇子公主嫔妃前来侍病，胆敢不来者杀。是。派我们的人去接手三大营，若有不服从者杀。通知所有官员在大殿休息，没姑的旨意哪儿都不能去，不服从者杀。一声声杀。今天的行宫注定是最血腥的一天。太子，林小姐有重要事情禀报，让她进来。您怎么没把宁之薇和荣静抓起来？他们都是极度危险的人物。他们在哪儿？就在太后那儿啊，您刚才没看到他们？来人，将晋宁县主和荣公子请来。他若想成事，也需要这两人的扶持。宁家的10万大军都听宁之薇的，长公主府的实力至今无人知晓。荣静聪明绝顶，这两人在民间的影响力都很大。太子有令，召晋宁县主和荣公子伴驾。宁之薇和荣静相视一眼，太子这谋反顺利的不可思议，这不对劲儿。晋宁县主，你这侍女得留下，哀家浑身不舒服，需要一个懂医的侍女伺候。这哪是需要侍候，分明是人质。宁之薇反手就将他卖了，用事实证明惹谁都别惹他。侍卫大哥，太后想让我们偷偷给五皇子传讯。五皇子是太后的亲侄孙，是有血缘关系的，情分不一样。来人，盯着太后的一举一动，不许任何人进出。静宁，你……太后，我是为了您好，不管谁上位，您都是太皇太后，为什么非要提前下注呢？那能一样吗？新皇看中的太皇太后才能尊荣一世，新皇厌弃的太后徒有虚名，待遇还不如冷宫呢。表哥，你那么有本事，父皇却让你受了委屈，我代他向你道歉。不必，以后你就跟着我混吧，父皇能给的我也能给，父皇不能给的我也能给。家母身体一日不如一日，
我只想多陪陪他，承欢膝下。至于以后，日子还长着呢。他没有直接拒绝，态度也有所软化。太子心中大为快意。看吧，以前不把他们这些皇子看在眼里的大理寺卿都要向他低头，这就是大权在握的滋味，太爽了。金宁县主，你若向我投诚，我许你一个贵妃之位，保你一世荣华富贵。荣静的眼神一冷，林静书神色大变。你之前也是这么跟林静书保证的？那不一样，林静书哪配跟你比呀？一边的林静书气得浑身发抖，脸色铁青，眼神凶狠的要杀人。林静书想杀你？太子猛地扭头，正好看到林静书杀人般的眼神，顿时恼了。拖下去打！太子，你误会了，我讨厌的人是宁之威。太子，不好了，大皇子半路逃跑了。你说什么？跑了？去搜，一定要将人搜出来。太子，四皇子提前得到消息，我们去时他已经不见了。就算挖地3尺也要找到他，将后宫嫔妃都提到大殿，把丽妃吊起来。丽妃是四皇子的生母，有她在手，太子不是很担心。他最忌惮的是大皇子，生母早逝，跟军中将士来往密切。太子，不好！四皇子带着3000银弓进来了。诏命令，凡是围攻行宫者，统统以叛党论处，格杀勿论。宁之威缩在最不起眼的角落，闻声将一颗黑漆漆的东西递给荣静。荣静无声的询问：烟雾弹，防身。好家伙，他把这种东西都偷渡进来了。救驾！冲进去保护皇上！父皇，儿臣来救您了，您坚持住。太子，你这个谋逆之徒，枉费父皇这么看重你，你辜负皇恩，罪该万死。四弟，你的母妃在此，还不快束手就擒！太子，你对我母妃做了什么？你疯了吗？若是父皇知道，绝饶不了你。要么放下武器投降，要么你母妃去死，你选择吧。你不敢的，母妃若是有个3长2短，全天下臣民都会唾弃你。你，母妃，别管我！果然啊，母子俩一脉相承的冷酷无情。丽妃啊，你给父皇下毒，害得他昏迷不醒，你犯下如此大罪，孤绝不能容你。太子冷笑一声，当着所有人的面，一剑捅中丽妃的心窝。丽妃惨叫一声，死不瞑目。众将士听着，保护皇上，擒拿叛贼。不好，宫门被林小姐偷偷打开了。林静书，你这个贱人，居然背叛我！四皇子带着人马攻了进来，大殿一片混乱尖叫。刚才还高高在上的太子成了阶下囚。你到底是为什么？明知我跟宁之威不对付，你还让他当贵妃，让他压在我头上，还说我不配。你该死，他也该死，你们通通去死吧！四皇子，我只有一个要求，就杀了宁之威。好，来人，将宁之威拖出来，就地绞杀。宁之威，你再厉害又如何？照样死在我前面。报，没有找到宁之威。这怎么可能？我确定他在大殿。搜！你身手怎么这么利落？这是宁家男子必备的功课之一，我从小被当成男儿教养的。段首府心里一动，适时站了出来。四皇子，眼下最重要的是怎么善后，安抚人心。请段首府教我。四皇子其实极为平庸，要不是有一个宠妃母亲，早就被皇上冷落了。正说着话，外面一阵喧哗。外面怎么回事？里面的人听着，你们被包围了。谁？是前朝皇室余孽苏浩之。来得正好，走，我们去把他们杀光，一个不留。他策反了山鸡营。他怎么可能做到？
申基营统领原是我的家臣。这才是苏浩之布局中最重要的一步棋子。造反不光要有手段有心计，手里还要有兵。都200年了，还有什么过不去的？朝代更迭是正常规律。苏浩之，你放下武器，我封你一个王位，世袭罔替，与大齐皇朝同修。说的没错，朝代更迭是正常规律，这次轮到大齐了。都尝尝我们苏氏曾受过的颠覆之苦，我要大齐皇室全部去死，一个不留。你都快死了，何必这么耿耿于怀？坐下来好好谈谈。正是要死了，他才豁出一切，求一个结果。杀！一声令下，申基营疯狂地攻向大殿，火铳对着四皇子猛射击。顾家，顾家！前世估计也有这么一出，最终前朝余孽没有得逞，段首府扶持六皇子上位，挟天子以令诸侯，开启了最混乱的时代。主公，火铳哑火了，怎么回事？不好，这批火要受潮了。苏浩之脸色大变，有种不好的预感。上一批还是好的，这一批怎么就受潮？前朝余孽苏浩之前来受死。风水轮流转，一眨眼功夫，刚才不可一世的前朝余孽就成了笼中鸟。苏浩之心里一寒，他中计了，中了老皇帝的计。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老皇帝才是那只黄雀。苏明锦在哪里？他要的是全歼，连根拔起，一个不留。苏浩之眼神微闪，果然被儿子料中了。说这事儿没有那么简单，让他不要贸然行事。可惜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他在你永远都想不到的地方，老皇帝，他将是替你敲响丧钟之人。诛杀前朝余孽！瞬间功夫，苏浩之直冲向太子，太子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重重摔倒在地，跟梁上的两人对了个眼神。宁之威，荣晋，救我！宁之威只想骂人，这太子不是东西，太狗了。拿下他们！临死前拉这两个人当垫背，值了。宁之威太过聪明，儿子对他似乎有不一样的情谊，他日必将成为大患。至于荣敬，是他耻辱的象征，非死不可。宁之威不慌不忙地举起弓箭，3支长箭齐发。主公小心！贴身侍卫只来得及打掉2支箭，另一支长箭重重射中苏浩之的后背心，穿心而过。是你！那一晚我玉溪差点身死，是不是你干的？是我。为什么？因为我知道白水滩惨案的真正主使者是你，苏浩之。是你害死了我最敬重的外祖父，是你害死了待我如父如师的舅舅，是你害死了我的哥哥们。血债终要血偿。他永远忘不了白水滩那一幕，尸骨堆成山，血流成河，无数冤死的人啊。他每晚都在做噩梦，梦中全是那一幕。你是怎么查到的？他自问，转了好几道手，在公主皇子身边安插钉子，引导这些人出手对付宁家军。这很难吗？苏浩之，你所有的儿子我都会杀光，一个都不留，还我们宁家的血债。你不要！我舅舅临死前是满怀着不安和绝望，他死不瞑目，这滋味你也尝尝吧。皇上驾到！闹出这么大的乱子，死了那么多人，这一切只是老皇帝设的一个局，调出所有心怀不轨的人。一箭穿心，这是谁干的？父皇，是宁。皇上，太子杀了丽妃，4皇子想诛了太子，您还是好好安抚他们，别酿成兄弟相残的悲剧。太子的脸黑了，4皇子的脸绿了，
这分明是想害他们。传朕旨意，太子谋逆，贬为庶民，圈禁1辈子。4皇子。父皇，儿臣没有谋逆，是拨乱反正，是冲进来救驾。首辅大人能为我证明，诸位大人们都能证明我的清白。众臣无语了，闭嘴吧！段首辅忍不住暗骂：这蠢货，这个时候还扯上朝廷重臣，是嫌皇上的疑心不够重吗？皇上，臣有罪。4皇子冲进来时，为了暂时稳住4皇子，献了3计：一是让他发令说叛乱已经被镇压；2是让人清理战场；3是将4皇子推举为监国之人，稳住局面，不要乱杀。段首辅，这些都是你教我的，我只是听话而已，有什么错？段首辅快气死了，一句听话就足以激怒皇上。高高在上的皇子听外臣的话，这是显摆你无能啊，还是凸显外臣厉害啊？4皇子贬为庶民，圈禁。段首辅没有尽到首辅之责，造成大规模的流血事件，削去首辅之位。段首辅脸色难看极了，明明是皇上设的局，责任却成了他的，但他还得谢恩。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皇上点了几个重臣，你们几个负责善后。静宁县主、荣静，你们随朕来。宁之威和荣静相视一眼，都有种不好的预感。皇上带着他们去了偏殿。班班，去把今年的武夷岩茶泡上，给2位尝尝。是。荣静啊，朕还记得初次见到你的场景。少年英姿勃发，眼神清正，精彩绝艳。那时起，朕想着要缔造一段君臣相得的佳话。臣从未忘记您的知遇提携之恩。静宁县主，这几日朕经常梦到宁老将军，他是大齐的柱石，他的去世是巨大的损失。朕想封宁老将军为军神，继续庇护军中将士。谢皇上。大太监亲手将茶送上来，宁之威双手去接，低头嗅了嗅，一股清香扑鼻，真香啊。荣静，你这是？臣习惯了拿这个器具喝茶，更有美感。荣静拿出一个晶莹剔透的琉璃盏，将茶水倒进去。本来晶莹剔透的琉璃盏渐渐染上了红色，他的动作一僵，下意识地看向宁之威。这颜色真好看，怪不得荣大人喜欢拿它喝茶饮水。确实神奇，这是什么宝贝？林家的传家宝琉璃盏，皇上若是喜欢，臣敬献给您。不，君子不夺人所好，都渴了，喝吧。荣静眉眼微跳，拿起琉璃盏送到嘴边，咔一声，宁之威手中的茶杯摔在地上，茶水洒了一地。好烫，好疼啊！有烫伤膏药吗？怎么连茶杯都拿不稳？要怪就怪那些乱臣贼子，我受到了极大的惊吓。把烫伤膏取来，再去泡一杯新茶。是。大太监头也不敢抬，默默退了下去。荣大人，喝吧。荣静的双手轻颤，宁之威脸色不变，但衣袖下捏住一个香囊，里面有一颗丸子，只要捏碎了，这满室的人都会被迷晕。长公主驾到！荣大人，你娘来了，还不快去迎接？皇姐，您怎么来了？这是她唯一的姐姐，在深宫中两人相依为命，相互扶持。为了帮她夺位，她付出了所有，可现在她却不得不杀了她唯一的儿子。荣静不管是苏浩之的儿子还是侍卫的儿子，都是反贼之子，在他临死前将所有的隐患都带走。我有点放心不下皇上，过来看看，听说苏无知已经伏诛。是。太好了，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长公主坐在荣静的位置上，一脸的追忆。
我最近不知怎么的，总想起小时候，我们姐弟相依为命，生死与共。这一晃很多年过去了，时间过得真快呀。黄姐，您好好养病，等你好了，朕陪你四处转转。好啊，这茶盏颜色真好看。母亲，这茶盏是琉璃的，容易碎，您小心点，还是放在桌上吧。话还没说完，就见长公主拿起琉璃盏，将茶水一口饮尽。事情发生得太快，所有人都来不及阻止。长公主，皇帝，能否让我将这两个孩子带走？我身体越来越差，命不久矣。临终前，想让他们陪在我身边，为我送终。你们俩好好服侍长公主。荣静和宁之薇一左一右扶着长公主走出去，一步又一步。走到门口，长公主忽然回过头，深深地看了皇上一眼。皇上，您多珍重。半半，朕真的错了吗？大太监无声的叹息。皇权之下没有骨肉亲情，只有血腥的杀戮。您是为了江山社稷。回去的路上，荣静是背着长公主走的。长公主已经走不了路，伏在她背上，轻轻摸着儿子的头发，一下又一下。温暖的手让荣静破防了，泪花在眼眶打转。明知那茶有毒，却一饮而尽，替她受过。母亲，您为什么那么傻？你是我儿子，保护孩子是一个母亲的本能，我欠你实在太多了。母亲，您没有欠我，您10月怀胎生下我，只有生养我的恩情，没有对不起我半分。他从小就颠沛流离，被那个所谓的母亲打骂折磨，受尽磨难，好不容易找到亲生母亲，却只有短短的相处时间。老天爷为什么这么对他？芍药，你快给长公主看看。别费心了，我自己的身体最清楚。母亲，让他看看吧。芍药把了脉，眉头紧皱。长公主中过几次毒，身体已经油尽灯枯，这次又中毒，神仙也救不了。油尽灯枯，顶多只能再活2个月。可现在，就在今晚。长公主很平静，她早就接受了现实。荣静却深受打击，浑身发抖，却还要强撑着。母亲，您先休息一会儿吧。我时间不多了，静儿，别为我难过，活着真的好难，死对我来说是一种解脱。他这一生过得太苦了，前半生战战兢兢，为了保护皇帝拼尽全力，后半生被一个渣男毁了。母亲，长公主眼眶微红，轻拍她的后背，目光看向宁之薇。宁之薇，我叫你薇儿，可以吗？可以。我想求你一件事。您说。做静儿的家人吧。啊？我死后，静儿孑然一身，再无牵挂。我想想就难受。你和静儿脾气相合，你们，薇儿，你愿意娶静儿吗？您说错了吧？让荣静入赘宁家，成为宁家的一份子，将来生下的孩子就姓宁。荣是他养父的姓，他们对他不好，没必要传承姓氏。而我大齐皇室
自有人传承。这哪是为了传承啊，分明是为了斩断荣靖跟大齐皇室的瓜葛。一旦入赘，就跟大齐皇室彻底没关系了。这种事情只能由长公主做，荣靖却做不得。